他可能在問我回程机票的事情。To buy the bus ticket. 像医療、教育都是免費。我觉得文莱旅行要比大馬旅行要上難度了。人呢？人呢？人呢 ？Hello， 朋友們，我是小林。有这麼一個東南亞國家，它的國土面積非常小，是東南亞第2小，僅有5765平方公里，而它的人口就更少了，只有46萬人口。但是呢，这個國家呢卻富得流油，並且有免費的醫療、免費的教育，這個免費的教育直到大學，平均一套房啊只要15萬到40萬人民幣，它的人均 GDP 每年呢是3.7萬美元。所以今天咱們要前往這個富得流油的國家。文萊，我現在呢是在雅碧，今天晚上的飛機飛往文萊。我本來是想陸地過去，陸地過去有2個選擇，一個是坐巴士，但是坐巴士的話要出境入境好幾次，因為文萊有一塊飛地。接着呢是坐船過去，但是坐船過去呢要換好幾艘船，就是不停的都在折騰，所以呢咱們就不折騰了，咱們一口氣飛機飛過去。文萊現在對我們是免簽的，我剛才已經填好了電子入境卡。馬來西亞暫時告別一下，我還會再回來的。到時候我們就進入了馬來西亞的另外一個州，叫沙拉越。6點半到達雅碧機場，我的航班是8點半。哇吼，這個時候的 KK 好漂亮哦！哇呀，整個城市鍍上一層金色。我這次坐的呢是文萊航空，第一次坐文萊航空，文萊皇家航空，這個名稱真霸氣。這個航空公司呢是自帶30公斤的行李，行李是16公斤。How many days here per night? Maybe 7 days. 7 days. Yes. And then you go Miri, Mili, Cebu, Cebu, Kuching. Kuching. And then to Indonesia. Indonesia, Pontianak. Yeah. 剛才他問我要去幾天，然後後面去的幾個城市，然後我就跟他說了，我後面要去沙撈越的幾個城市，還有準備去印度尼西亞。他可能在問我回程機票的事情，然後我說我要坐巴士出去，不知道會有什麼問題。Apa? Can you at least try to buy the bus ticket now? Bus ticket? Yeah. Any ticket. 這麼小的一個國家，就是被馬來西亞包圍着，然後還要回程機票，沒有訂任何票，順利拿到登機牌，現在去安檢，然後要出海關嘍。真是折騰了半個小時，7點半登機，現在7點，現在已經出馬來西亞了。飛機入境好處很多，第一個呢就是節省時間，它飛行的時間只有40分鐘。第二個呢是它落地以後，在機場有 ATM 機可以取錢，然後呢也有電話卡可以買。如果陸地過境的話，相當的麻煩。我跟你們說，雅碧機場有2道安檢，第一道呢就是剛剛進來的時候那道安檢，我以為就沒有了，想不到在登機口還有一次安檢。好多人在機場裡面買了一些飲料，結果沒喝完，都倒掉了。Good evening. 這是什麼？哦，有飲料喝。我們拿個凍奶。居然有華人乘務員，會說中文。這還有一個小屏幕呢。大天大天。感觉就飞了20分鐘就到了。國際航班做得如此之快，20分鐘就到了。我現在已經入境文萊了，這個就是文萊的章，非常的絲滑，朋友們。待會兒還要去取錢和辦電話卡。我們先來取錢。這家銀行，哎，有中文，文萊幣，還挺漂亮的。它這裡50金光閃閃的。文萊幣的單位是啥？叫它文，還叫它刀。然後是辦電話卡。$8 2 just 2。Yeah, just 2. Do you have more?
If you want more, you can top up. 赶上迪拜了，它这个新的信用卡是10文8 GB， 这个呢就是增加的流量包，就是如果我要13个 GB， 就是要花20。OK。You take that one. 耶，我这7天的費用跟其他國家1個月差不多了。這網絡是搞定了，但是只有8個 GB 啊！不敢用啊，不敢亂用，趕緊把這個視頻的 APP 給它關掉。朋友們，這個是文萊語嗎？怎麼跟阿拉伯語有點像啊？我剛才查了一下啊，他們是說這裡的國教是伊斯蘭教，所以呢這邊大部分場合啊都有阿拉伯語。DART 的是他們的一個打車軟件，來打車。在土豪國打車是一種什麼體驗？心在流血的感覺。網約車的接車的標誌應該是跟着這個走吧。他們的人口不多，但是他們的車可真不少。據說文萊每個家庭平均擁有的車的數量是3到5輛。第一次用文萊的打車軟件打到車了。我這裡還有幾張椅子，應該就是這裡等車了吧？我覺得文萊旅行要比大馬旅行要上難度了。就是第一個是電子支付我們沒辦法支付，第二個就是他們這兒的語言就完全沒有中文。到市區是有公交車的，不過公交車很早就停了，晚上7點就停了。哦，你是華人哦？啊，對。文萊也有很多華人嗎？這裡10%吧。中文也是非常好的嘛。基本上的溝通都行了，沒問題。哦，我聽說這個國家的福利很好，是不是這樣？對啊，像醫療、教育都是免費。就算很重大的疾病要花很多錢也是免費。對。哇，真好。然後免費學習是到大學是嗎？大學。哦，然後聽說你們的房子又特別便宜。我們這裡可以申請政府的房子，那個的話就會比較便宜，或者需要等很長的時間。哦，這樣子哦。大概是多少範圍？價格就我們每個月是大概還200文幣。哦，200文幣，1000塊錢，要還多久啊？大概25年。哦，這個太壯觀了吧！這裡給我的感覺啊，特別像亞洲的阿拉伯世界的感覺。朋友們，在這個繁華的文萊土豪國，我選擇了最便宜的一家酒店青旅。看一下衛生間。啊，toilet。哦。你看這個圖片，這裡也挺磕碜，但是實際上這裡環境還挺好的啊，就是這種花花綠綠的這種門簾，看起來不咋地。好，將就吧。你們知道這一個晚上多少錢嗎？66人民幣一個晚上。昨天呢，我們來文萊住的是一家青年旅社，但是這家青年旅社讓我非常的天雷滾滾。給你們看一下，這裡表面上看上去一切正常。這家青年旅社住了將近30個人，但是只有一個衛生間，並且這個衛生間洗手盆、淋浴、馬桶都在一個房間，也就是說只要有一個人用洗手盆，那麼這個衛生間就被佔了。這個衛生間你永遠都在排隊的狀態。再看一下這裡的沙發，再看看我們房間裡面。現在空調的溫度是16度，但是這個房間裡面起碼有30度，好熱呀！這些都不算什麼，最讓我雷的是這個床，你們看一下，床是塌的，給你們看看，它這個床板啊，下面是這樣支撐的，看到了嗎？就是用這樣的一個這種小木板支撐的。而且呢，這個木板不夠大，所以呢，當你在這邊用力的時候，這邊就翹起來了。昨天晚上，當我那個床塌的時候，我躺在床上，馬上預定了一家最便宜的民宿。另外呢，過2天我們將會去住到他們這邊最豪華的酒店，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個酒店。休息了一晚出來，現在是第2天了，我們繼續來探索文萊。今天真好，今天下雨了。就不那麼熱了。我們先填飽肚子。這是一家據說是海南人過來開的一個飯館，這看起來就比當地人開的美味啊！哇，這菜單看起來相當的美味。你們知道在文萊找到一家好吃的餐館有多不容易嗎？他們大部分都是阿拉伯餐廳，都是以咖喱為主。
看了都不想吃。出门在外还是华人的店比较靠谱。这是老板推荐的牛腩饭，来，粉丝先吃。这一份饭6文，就是折合人民币的30块钱。哇，这个牛肉好软嫩哦！在文莱这个街上走啊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，就是街上都没有人，人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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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仿佛这个城市是一个空城。昨天我遇到一个当地华人，他说，在文莱坐公交车和走路会被人当做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，他们甚至会觉得走路的人非常的可怜。这个城市整体是非常干净的，而且整体感觉不像一个东南亚国家，像是一个阿拉伯国家。因为从这里的建筑啊、文字啊，包括饮食，都非常的接近阿拉伯。产粒米，然后一些肉类都是咖喱为主。为什麼很多穆斯林的地方，就是食物都差不多？這裡是文萊很著名的一個地標，大牆 The Big Wall。這下面怎麼還有很多牌牌寫着一些贊助商嗎？來，我們給大強簡單的打個卡。路過了一個商場，我們進來2塊2塊，不是看一看。這商場裡面人也好少哦，整個文萊呢只有43萬人，人口非常的少。我們來買一杯咖啡吧。這咖啡一般在4塊5塊之間，也就是人民幣的20到30塊，跟我們國內差不多。原來文萊人也很喜歡金哦。全世界人民都很喜歡金子哎，呀，金子哎！看到了我們的貢茶，旁邊還有一個阿拉伯文。他們的官方語言不是阿拉伯文，是馬來文，但是到處都有阿拉伯文。據說這是東南亞版的雪王，他們也有這些格子間，但是這個格子間現在都已經空了，只有少數幾個有在賣。我覺得這個商場嘛，相對有點簡單。絲毫沒有土豪國的風範。商場出來之後，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文萊的重要地標——蘇丹清真寺。文萊的清真寺啊，大部分都建得非常的雄偉，非常的大。它是由文萊的28任蘇丹下令建造了。文萊呢是於1984年的時候才完全獨立。現在我們來到了文萊非常著名一個打卡地標處，就是這個大相框。在經濟方面呢，文萊可以算是富得流油，因為他們發現了非常大量的石油資源，石油和天然氣呢約佔整個 GDP 的60%以上。這邊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冷知識啊，就是當年在1963年的時候，馬來亞、沙巴、沙拉越組成了馬來西亞聯邦，文萊啊，他選擇要自己獨立。1962年呢就爆發了獨立運動，一直到1984年的時候才真正實現了獨立。所以文萊是自己選擇的獨立，因為它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氣的資源。而新加坡呢，它是被迫被趕出了這個馬來西亞，但是呢，新加坡也經過自己的發展啊，成為了發達國家。在這兩個國家呢，它的貨幣是可以1比1的通用的。就是你在文萊可以使用新加坡的貨幣，而在新加坡也可以使用文萊的貨幣。現在我們要打車去他們最大的一個清真寺。文萊其實它是有公交系統的，但是公交系統特別不好用，你要等到半個小時以上才能等到公交車，而且呢，你絲毫不知道它的線路是怎麼走的。我現在來到了是文萊最大的一個清真寺，叫傑米清真寺，它真的。我到面前的時候，真的感覺它非常非常的雄偉，而且你們知道嗎？它這個穹頂啊，是完全用黃金打造的，總共花費2.5噸的黃金所打造。這個清真寺裡面特別像皇宮一樣的感覺，哇，太壯觀了，朋友們，太漂亮了，哇，驚嘆驚嘆。它這個柱子的造型好有特色，噴泉。這個房間是他們做禱告之前用來洗手洗腳的地方，淨化自己的身體。現在我們來到了文萊最大的一個超市，現在到了大家非常喜歡的看物價環節。它的 GDP 是年人均3.7萬美元，1公斤賣4.9文。這個小蘋果超小
1公斤也是4.9文。像这种大颗的红富士苹果，他们这边是3顆3.35文，10个橙子是6文，也就30人民币。西瓜1公斤是1.9文，蜜瓜是3.5文1公斤。2根玉米的价格是1.7文，黄瓜每公斤是1.5文，是这种黄瓜。就是在我们国内是比较少见的，它的皮是光溜溜的。这一颗包包菜是1.6文。哎呦，西兰花好貴哦，3.35文1公斤。我們的陽光玫瑰進口到他們這邊來，要賣10文這一盒，這一盒好像是有2斤的樣子。現在世界上絕大部分的陽光玫瑰啊，我覺得都是中國產的。我覺得中國已經把這個葡萄的品種價格給它打下來了。他們的椰子賣的還挺貴的，3.3文一個。肉類是30.991公斤，150人民幣1公斤，70幾塊錢一斤呢。雞肉是8文1公斤，雞蛋10個是2.3文，可樂聽裝的一瓶是1.1文。然後這種塑料罐裝的是1.8文，牛奶1升的牛奶是2文，就10塊錢人民幣。他們的麵包真便宜啊，這一大條1.3文。我們的白象方便麵也在他們的市場裡面，5個一包的是賣4.9文。我突然間感覺文萊人好幸福哦，他們平時賺的就比較多，大概是我們的3、4倍左右。然後呢，他們的物價又跟我們差不多。最重要的，它還有免費的醫療跟免費的教育，然後呢，房子又比較便宜，又基本上不需要什麼存錢唄，使勁花就對了。有一組數據是說，文萊80%的人都是中產，所以呢，大部分人呢其實是不差錢的。就是文萊的父母啊，他們不希望孩子從事太辛苦的工作，因為他們賺的少一點，就是甚至於寧願啊去養着他們，也不願意他們從事非常辛苦、非常累的工作。他們覺得從事比較辛苦的工作會比較丟人。買了這麼多東西，一共花17文，一些水果、零食、麵包。聽說文萊有一個夜市，裡面的東西啊，基本都是1文錢。今天我們要去看一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。文萊其實算基本沒有什麼夜生活的地方，到了晚上7、8點啊，很多店都已經關門了。就是這個區還算是比較的繁華，那其他區呢，基本上所有的店到了8點都不開了。其實我覺得文萊跟新加坡有點像哎，街道都很乾淨，然後綠植也非常多。我到了，就是這個標誌 Gadong Night Market， 就是夜市。我剛才問當地人夜市怎麼走，他第一反應是哦，好遠哦。然後沒2分鐘我就走到了，隔着老遠我已經能夠聞到香味了。哎，一下子就看到一個炸的東西 ，What's made of？ 哦，魚的做的一個球球，這個連1文都不到，50分。然後這個雞肉米飯是2文，飲料一杯是1文，但是我害怕這個太甜。炒飯、炒麵、炒粿條1.5文。我覺得跟他們收入的比起來，這裡應該算是特別便宜的地方吧。這邊是牛肉，這個是雞腿。這個是雞屁股，聽說文萊他們這邊非常喜歡吃雞屁股。哦，這個蝦餅很多人排隊買，一個1文。我喜歡吃。是嗎？就看起來很好吃。哦。本地的，我是賣魚的。賣魚的。在那個大廈。是當地人很喜歡的，咱們來嘗一嘗。不能說每一個都在1文，但是呢，基本在1文上下。這是啥？這個有點意思，它的醬料應該是看起來是白色的，我好想嘗一個，我們嘗一個吧。One， 哦 ，Miss。No, you can pick one. This one is coconut. Oh, okay, this one. One. Yeah. How much total? $3. Okay. 真的是，這個是2文，這個是1文。烤一條魚6文7文。這個一條魚是4文。他們這個雞翅都烤得紅紅的。這麼大一個雞腿的飯才3文。For $1. Yeah. Okay, 4. 1 4. Thank you. Thank you. 謝謝。
我呢就专找这種本地人排队的店，看一看，他们这个好像是卖炸鸡。One piece $1. $1，OK，Thank you。夜市也有一些水果摊啊，然后我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水果，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我没有吃过哎。这些西瓜一杯也是1文，文莱这边的蛇皮果挺便宜的，这一份是3文。我觉得我已经買了足夠多了，我要坐下來吃了。咚咚咚咚，哇塞，太多東西了。我剛剛還買了一杯飲料，還好不怎麼甜。出門在外，我覺得濕紙巾好方便的。這個是沙爹，大馬也有，它給我好多醬哦，這還相當的誘人呢。哦，好吃。這個蝦餅倒是給我挺大驚喜的。而且它外面炸得特別酥脆，我真的發現他們本地人好喜歡吃炸的。我買的是另外一份炸的，這些也是1文，就是5塊錢。炸的魚餅，還可以。還有一個就是這個粉條，它這個醬汁裡面有混着魚泥。倒挺清爽開胃的。但是對於遊客來說呢，很多遊客都說文萊是一個比較無聊的國家。從旅遊層面上來講，它確實沒有太多的旅遊資源，而且也極少人想要去開發文萊的旅遊資源，因為他們平時賺的錢就已經差不多了，就懶得去思考開發旅遊這件事情。還有一點啊，就是他們把信仰看得比很多事情都要重要。週五的中午是他們集體禱告的一個日子。然後在這個週五的中午的時候呢，很多餐廳都不開門，所有人都去禱告了。但誰來吃飯啊？沒有人來吃飯，除了遊客。從青旅裡面出來了，剛才老闆還問我今天準備飛哪裡，我不好意思告訴他，因為你的旅社太差，我準備換一家。我跟他說我今天飛吉隆坡，隨便編了一個理由。因為那個青旅只有1個衛生間嘛，而且它沒有乾濕分離，所以呢，就有人如果佔用洗手盆或者佔用淋浴間的話就不能上廁所，然後呢，他就叫青旅裡的人去對面的咖啡吧上廁所。我真的是醉了，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。在這一帶晚上城市燈光還是挺好看的，但就是店家都沒開着，全部都關門的。而且我訂的新的民宿就在青旅旁邊，前面那裡就是我住的青旅，然後對面這裡就是我的民宿的入口。找到了，是這個綠色的門。這間民宿呢，它是全程無鑰匙入住的。哇，我怎麼感覺環境非常好呢？把鞋子先脫在這兒吧。可能就是這一間了吧。打開看看，等等，就是這樣的一個小間。哇。哇，就是這樣的一個小床，一個單人間，然後還帶窗戶的，還有一個沙發躺椅。雖然這個沙發有一丟丟髒，獨享的空調，希望它能制冷。啊，還有一個廚房，雖然只是簡單的爐子、烤箱、微波爐這燒水的。哇，這家主人還挺細心的呢。還有一些花花草草，這洗衣機好像是免費使用的吧？來看看衛生間，有3個衛生間，而這裡面才5間房，撐死了說他10個人，3個衛生間，這就是我在文萊的客廳。你們知道這間民宿那個小房間多少錢一個晚上嗎？才150人民幣一個晚上。我覺得這裡是除了青旅之外，整個文萊最便宜的一家酒店。我是在 Airbnb 上預訂的。其實，在文萊比較普通的一般的酒店，價格大概在220到300之間這樣的一個價位。因為我那個房間特別小，床也特別小，所以會便宜一點。好了，明天我們將繼續解鎖文萊。